吃好一点。明天就开始要刻苦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就你也要刻苦啊，就准备了很多好吃的。像我们每年的12月都有来爬山欸。那今年我们做了很多准备，前3个礼拜都有去爬训练了，这应该3点50分了。好，慢慢走吧。我这段到塔塔加鞍部是比较轻松惬意的。走吧。刚起灯了，温度应该是0度吧，体感应该是大概-1度。玉山一直都是我的福地，天气都非常好。这次就不知道了。那你今天要爬什么地方？玉山后四峰。对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玉山最后一个拼图收集完成。这次希望可以3天2夜把玉山后四峰走完。这是我们的鹿山镇，大概今天的靠近水头，一样看不到我哦。我知道前面抓身份证啊。4点35分，我们走了45分钟，来到了登山口啦。正式从登山口起登，这边的海拔是2600，到元峰崖上升1200左右吧。准备要日出了，再几分钟。从塔塔加停车场到这边7公里，到排云山庄大概还有4.2、4.3左右吧。这段路8.5公里，一路就是比较好走，可以走快一点。稍微有一点点爬坡，就稍微慢一点点，顺顺的在9点前抵达排云山庄。第一天的日出，天啊，这太美了啦！玉山前锋。对啊，12月上山都是啊。现在6点40分，我们来到了架凉亭。刚刚路面来的时候，有些地方那个桥有一些水汽，它就有结霜。这是我们今天阔别1年没有爬山的山友钟青啊，时隔1年，我们一起爬山了。他已经来到7字头的百岳树。我们的玉山后四峰4人组，哇，铁山好漂亮，山也很漂亮。第一次来爬玉山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下面的石头都超级尖、超级硬的，因为当时我穿的是 New Balance， 我就觉得，天啊，玉山的路怎么走起来脚那么痛？前6公里还好，后面就慢慢觉得，就是在给自己做脚底按摩。今天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在9点以前抵达排云山庄。那搞不好11点就有机会到元峰山屋了。趁现在，我稍微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。我们是排3天2夜，要爬完玉山后四峰。元峰山屋的海拔真的很高，所以我们不敢从平地第一天杀到元峰山屋。那这次我们特别安排了第0天住东埔山庄，适应一下海拔。所以东埔的好处就是
不用受到管制站的影响，半夜就可以启灯，早早抵达元丰山屋。如果抵达元丰山屋的时间是还蛮早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会第一天就会先去走南峰。这样子的好处是，第一个就是听说南峰附近三叉峰那边的路径现在有点乱，很多人走玉山后四峰都把南峰、鹿山还有中小南山一天走完，半夜摸黑走。那我不如在第一天天气亮的时候先去探路。那第二天呢，我们就会走比较熟悉的路线，先去中小南山看日出，看完之后再切这边的路径到鹿山，然后再回来，这样子应该可以省去不少时间。然后第三天在半夜大概3点半出发去南玉山，然后再回到元丰，然后就可以开开心心的下山了。那当然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冬季啊，冬季日照短，就这样安排。夏季如果日照比较长，可能白天就有13个小时，也许你们还是可以考虑原本大家的走法。那我现在是3枪吗？那我现在就是排云3枪，应该在300公尺就到排云山庄了，再上升60公尺。啊，我们走了4小时37分，终于到排云山庄。现在时间还没有到9点，大概8点半左右吧。太阳还没有升到玉山顶。我们本来预计是10点到排云山庄，然后就1个小时。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用，应该8点54。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9点就差不多起灯了。没是很夸张，来吃一大碗面，你会很夸张？为什么会很夸张？哎，你这个 mark 太明显了，你这个上古神兽猛犸，对。因为我上个礼拜去爬嘉明湖，我是穿蒙贝尔的，里面全湿的。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我要买这件了，因为我们的蒙贝尔也湿了。说不便。我们在爬南一段的时候，蒙贝尔超湿的。所以为什么会去买的原因也是在这边呢、里面全湿的。我们准备要迈向下一个里程碑了，下里程碑就是元丰山屋的路上，然后会先到那个主南岔路。主南岔路之后就真的很难走。就是我们没有探索过的地方，后面的路程我都抓得比较宽松，几乎都是上合一了。前面走的应该有比上合快很多。走过了无数的支路，终于来到主南岔路了。到元丰还有1.5公里，我觉得我有点想要脱外套，或脱中层，有点热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段就是往玉山的元丰山屋的路径，这条就是我们4个人都没有走过的地方了。到元丰应该还要再上升150的海拔，估计是不会很陡，但是就是走在碎石坡边边，哇，上面应该就是玉山主峰了，好高啊！上面有一根秃秃的
哇，壮观哎！看起来很像是日本的山哎。走在远峰的路上，真是一种享受。这是今天最舒服的时刻。风就这样洒下来。现在看得到那个玉山下来之之路的人呢。玉山过来往东风的方向，那个好漂亮哦！沿路上都是这种结霜的石头，好像长毛一样，真是漂亮的路啊！赚到了，赚到了！这是碎石坡，不过看起来蛮安全的，路很宽。雨量观测站，这是测雨量的，还有太阳能的发电板。海拔已经越来越靠近3700了，来到3710公尺以上，这边就比较没那么陡啊。前面就是这种碎石坡的边坡，有路径的边坡。岔路口在前面。到了海拔3750。有个牌子，到排云山庄是1.9公里，远峰还剩300公尺。全台湾现在海峡最高的山屋，应该走7个小时就可以走到，在10分钟。哇，这个很大哎，只是这边的黄喉貂太泛滥了，真的大家这边都要很小心。到啦，到啦！啊，海拔3688，这时候上路应该是没有人，应该大家去爬鹿山了。看一下。有厕所50公尺，然后水在这边。刚刚有个山友跟我们讲说，如果因为我们现在只有3个床位，然后一个帐篷与营地，他说如果都不行的话，可以睡厨房，开箱一下。吃的东西吊起来，好，哎呀，还有人在，有人吗？现在在取水，然后这几天因为晚上都会结冰，所以大概中午才会融化，就可以取水。然后在取水地方就在那个旁边下来这里取4公升，明天就不用再取了。在11点33分，我们准备出发到东小南山，到三岔路是0.8公里。东小南山远征军，这会不会以前也是有冰河的遗迹啊？真的很像全部。对啊。你确定走这条路吗？原峰是3600多公尺，然后上到那个三叉峰，三叉峰就是所谓的4岔路，那边4岔路就一边往鹿山，一边往东小南山，一边往玉山南峰。那个三叉峰的高度是3800，所以这边要再上升100多公尺才会到三叉峰。那这一下路标，东小南山就是2.4公里，橘色的。南玉山5.5公里，黄色的鹿山线5.5公里。
走元丰山屋这边走0.8公里过来，就会到这个岔路。我们大概走了20个分钟，南玉山还有4.7公里，到三叉峰还很高。前往四叉峰的路上，就这种地形啊。这边有点像是在上玉山主峰的感觉哦。上面有铁链，要一路爬到3800，现在快要到3800了。上三叉峰的考验，有点像是玉山北峰要回主峰的感觉。有35分钟到三叉峰了，1公里，我觉得比想象中难走。这个三叉峰高度是3820几，跟玉山南峰差50几公尺。我们现在就是走在这种人线上，有一种圣人线的既视感，只是说比较多岩石。会有三叉峰一路往下，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山。这不是玉山南峰，东小南山还有1.2公里，哦，这应该是上坡。慢点。对。那有个叠石哎。哦，到了三叉路，没有看到吗？这里就是10郡的第2名，玉山南峰。然后这个路往那边走，就是东小南山。哇，好像刀片一样。继续往这边走了。东小南山的去程要先下坡，都是这种好像踩点比较不好找的岩石啊。东小南山其实比刚刚那个3800还要矮，所以它是要先下坡，然后再上。走了1小时20分，到了东小南山的假山头。远远看以为这个是什么东小南山，不是，看起来标志这边是2公里处，所以还有400公尺。南玉山要怎么走啊？我好奇哦。是走下面吗？过去吗？不敢想，那是后天的事，后天一解决。哦，那一座啦，应该是那一座吧？不过那座有400公尺那么近吗？这是假山头，那一座就是东小南山了。然后这边山谷的路也慢慢散开了。都是假山头，快散了。剩300公尺了，应该就是在前面这座假山头过去，前面应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1座百岳东小南山。这边这是假山头啊，就是走过来3座山好像都差不多高，也还不错啦。第1天就有百岳了，
迎接我们的第63座百岳东小南山。这名字是很怪，对不对？玉山后之峰，除了玉山南峰以外，所有的山的名字都很怪。要不是因为走百岳，鬼才知道这是座山的名字。我们大概11点33分从上屋出发，现在1点12分，所以走不到2个小时。东小南山三角点到啦！三明治的第63座百岳，2.4公里啊！孩子在这里，371。1点53分，我们在这边休息了40几分钟，准备回程了。这边回到元丰山屋的上河是2个小时，回到三叉路是要1个小时，比较久。他来的时候下多上少，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就是上多下少，就比较难走。很可惜就是这边的刚刚飞空拍云雾稍微多了点，所以这附近其实山蛮漂亮的。还有人在中间呢。上山景点，观音泉到了。应该就是一路向下，开心啊！其实我爬10连峰有差，我觉得腿没有酸，但是只是说喘气的时候有一点点喘，然后好像吸不饱空气的感觉。我们从东小南山回到元丰山屋，现在时间是3点30啊，所以我们大概走了1小时40分。
还可以啊，上了是2小时。美丽的元丰。